好多朋友在我视频下面留言，让我赶快更新这个修路的视频。昨天终于挖到土方了，一天就挖了100多米，现在挖到这条大水沟这里了。水是从上面流下来的，现在我爸在和他们商量这个水沟怎么搞。当时承包的时候，在合同上面写的是我们给他买水泥管子，希望水泥管子这些都是包给我们的，都是算我们的。但是他们今天几位过来，说这里的水特别大，这整个山上的水是全部从这个水沟里面过的。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最大的水泥管子是1.2米的直径，我们就不知道这个管子够不够。它这个管子太小了，所以我爸就把这些石头摔碎了，然后给它砌一下，在这个水沟的两边，给它用挖机把这些石头码上来，中间这样做一条水沟过去。上次有朋友说他们用挖机可以砌石头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个石头也是我们用挖机砌的，怎么样？右边这个就不用砌了，石头天生就在这里。这两边砌好之后，再给它打上混凝土，混凝土要打4面，左右两边，然后下面地板上面再给它扎上泥筋，从这边过来打一条路面，就跟修桥是一样的。本来我们在合同里面签的是买水泥管子，但现在我们给它搞的是差不多，修个桥过来，右边这2块大石头还短了一点，那边再用人工给它砌上来。因为我们这个桥面一定是要比路面宽的，我们预计是给它搞个4.5米到5米左右。反正这条路已经是不挣钱了，所以我们也不差这万把块钱，干脆就给它好好搞个好东西出来。这么多人干活，还是老牛最辛苦。每天烧火煮饭是他，修理挖机是他，打黄油换炮机是他，就连砌石头也是他。这位老师傅70多岁了，还天天跟我过来砌石头。他这是老幼了，功夫好，白天干1天，晚上干1宿。大家知道这个坑是挖来干什么的吗？好大一个坑啊！搞这个桥的混凝土呢，我们就不买了，直接买材料来自己搅拌。搅拌混凝土呢就需要水，这山里面的水就不方便了，所以我刚刚到镇上买了一块这个薄膜，铺在我挖的那个坑里面。就是这个坑里面，好深的一个坑啊！用薄膜盖在这个坑里面蓄水。这山里面的水还要从那边用管子接过来，还有好远。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啊，等这个管子再接水，等水接够了再开始干活。刚刚他们几位帮这个水沟的底板铺了一层这个碎石，再把碎石上面打一层混凝土，这样这个质量要好得多。别的不说，他们几位干活真的是很用心的。按照这个水的流速啊，我估计要接够搅拌混凝土的水，还要等一会嘞。这个水的流量比我撒尿还要多。刚刚修好的路，车子一倒过来就卸下去了，用铲车帮这个水泥移过去。在这个地方干活还真是需要一台铲车，方便了很多呀。虽然这个工程我们不挣钱，但是材料还是不能差。世界水泥靠中国，中国水泥靠海螺，我们用的就是海螺公司生产的雪峰牌水泥，425的标准，修桥必须用425的水泥才符合质量。搅拌混凝土所需要的水泥沙子都是我自己拉来的，节约一点成本，再把这个水泥和沙子倒在这个沟里面搅拌，这样就不会碰到泥土。趁着这个等水的时间，我们来吃点橘子。这个老师傅给了我1袋橘子，惭愧啊，我们请人家过来干活，还人家给我们带橘子过来吃。我们这一群在一起干活呀，虽然不挣钱，但也是其乐融融。吃完了橘子，再来帮这个水沟的底板搞一下，后面那边无所谓了，主要是前面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一定要深搞一点，要不然水就给它冲坏了。水是从这边流过去的，如果前面这里搞得太薄了，水直接就给它下面冲洗掉了。所以前面这里一定要挖一个坑下去。我刚刚挖了一下，还有挖的不干净的，就用它人工搞一下。
挖一个坑，挖深一点，防止被水给它洗掉。清理干净的，再给它铺上一层石头，这样就更加牢固。3个人来干活，1个人干，2个人看，地方太窄了，3个人不好动。来吧，先把这个混凝土的干料给它拌好。哎呀，这个坑挖得太深了，是150挖机挖的，搞了这么久的水，这个久保田挖机还碰不到，只能再等一会了。但是他们几位也没有歇着，帮我这个石头里面给它灌满，因为我2边以后也要装好模型，打上混凝土的。现在我估计应该差不多了，去搅拌混凝土吧。都搞到天黑了，才刚刚搞好。给这个墙的底板大概打了7、8米长的一个混凝土。这个桥面大概只有4.5米到5米左右，这个底板就打了7、8米。我们干活就是这样，只有多余的，没有少干的。天都快黑了，我们收拾东西回家了。这几天我会连续更新修路视频，谢谢各位的关注点赞。